起足的軸承能散成這樣子，也不知道車主怎麼起的。你聽這聲音，這還能騎嗎？我試車都怕它半路會壞。公里數的話是跑了23000公里，像這種聲音很明顯就是軸承的礦量太大導致發出的這種聲音。這個拆機跟裝機視頻我都已經發出去了，評論區很多人說這車不值得修，畢竟不是一線品牌的吧，而且修好了他們也覺得不耐用。不是品牌的耐用性是要差一些，但是和車主保養也有關係。你看放出的機油也不是很多，而且你拆開座筒之後呢，整個發動機到處都是漏油的，发动机都不夠油的狀態下，你怎麼耐用嘛？換一台車怎麼也要好幾千嘛，但是你修一下只要好幾百，好幾千的話，對有些人來說是不出問題，但是人家是幹工地的呢，我就讓你搬一天的磚，你想一下，這好幾千塊錢對你來說難不難？发動機能不壞嗎？而且這壓條都斷了，搖了下凸輪軸，好像不是這裡的軸承壞了。我仔細看了下傳動這邊也漏油，可能這邊也有問題嗎？那我們拆下來檢查一下。你們看，地下都有油滴了，漏油還是比較嚴重的。車主這樣騎，難道這部車不打滑嗎？油耗是非常高的呀！一看這部車的問題，不是1天2天的事，可能時間都很長了。這個油封都爛了，爛油封的根本原因就是這個起足的軸承散架了導致的。這種情況只能大修发動機了，沒辦法了，只能把整個发動機給打散了。像這些連接線啊、繼電器啊，還有火嘴帽啊、剎車呀，全部要拆掉。不過這剎車片磨損的也比較嚴重了，順帶一起更換掉吧。你看。這缸還是沒有拉的，這個車主是做工地的，為了節約成本，我就不給他換套缸了。這個起足軸承應該是特別嚴重的那種了。
把這個輪子也拆掉。像這個剎車片不換是不行的哈。前面拆的時候搖臂位你們也看到了，是不是磨損的很嚴重的那種？很多車輛保養是很重要的，特別是機油，一定要換好的。我修了這麼多年的車，這個起軸的軸承散成這樣子，我還是第一次見。像這個發動機這麼黑的，油泥這麼多，一看就加了劣質機油。一般加了好的機油，發動機是很乾淨的，也不會產生黑色的油泥。既然不換套缸，這個環肯定要換掉。我現在還沒有報價給車主呢，你們覺得這個問題要多少錢才修得好？如果報價太高的話，我真怕車主拿蛇皮袋叫我裝。像這類用戶，它的價格是要比較親民的哈。由於這部車太黑了，那我就用超声波清洗剂洗一下了。这清洗粉也是用的金属清洗剂，也是在网上买的，超声波专用的。但是洗出来的結果呢，我都不是很滿意。洗都洗了，那只能這樣子了。上期的視頻評論區我也看了，得出的結果就是洗的溫度太高，時間太長。但是呢，時間短，溫度不夠高，它完全洗不乾淨。看他們網上用超聲波清洗，清洗的油光锃亮的，而且人家清洗的時間只需1個小時，水溫的話只燒到5到60度左右。這個軸承已經散成這樣子了，外緣還在上面，那我們只能幫它敲出來了。能起到曲軸散架散成這樣子，我真的是第一次見。為了節約成本，我就不換起軸了，給它換2個軸承。那我就拿這種專用工具，把這2個軸承給拉出來。這個軸承雖然沒壞，但是為了保險起見，也一起更換掉它吧。為了拉馬能卡到這裡，這個軸承我是這樣敲破它的哈。敲破之後呢，先把這個機油棒齒先拉出來。但是這個軸承呢是有個防塵蓋的。拉出這個齒輪之後，再把這個軸承的內緣給拉出來。不要2個一起拉，2個一起拉的話，可能過緊會導致起軸頭損壞。再檢查一下起軸有沒有變形，這裡面有點髒，再用清洗劑清洗一下。但凡修車的都知道，清洗工作是比較耗時間的。但是這個環節也是比較重要的，你不清洗的話，就算裝上這個發動機也不耐用。這個軸承壓的時候，千萬不要這樣壓，要中間放開鐵板，這樣壓的話，起軸才不會變形。但是我換上去呢，這個呢是沒有防塵蓋的。評論區的人就有人說我了，你以為我不知道啊？但是車主不願意等啊，我都跟他溝通過，他說一個蓋不礙事。他以前騎的70，他說很多時候加廢機油10幾年都不帶壞的，少個防塵蓋嘛，肯定對供油系統有影響。但車主怎麼說？他說我最開始說不超過50，這麼慢沒什麼影響的。裝這個起軸的時候，如果手掌能拍下去，盡量不要用鐵錘敲。
你們知道為什麼那些4缸機用的機油要求越高？如果是機油一點不好的話，它那個發動機就很容易報廢，是因為它的轉速太高了，你用劣質機油的話完全受不了。而那些通路車型呢，特別是老人騎的車，他騎車慢的話，其實轉速很低的，所以說它的機油要求也不高，就算沒機油，它也能跑一段里程。從這個箱體接口這裡，我還是習慣性打點密封膠，因為我總擔心這裡會滲油。緊這個箱體螺絲的時候，一定要对角線一起拧緊。装好波箱之後，再轉動一下曲軸，是否絲滑順暢。裝機油棒的時候，再放點機油，這樣子，當你的車輛瞬間啟動的時候，就不會形成乾膜。机油尺放進去的時候，轉動一下曲軸，這個齒輪看一下是否到位。剎車片拆的時候也看到了磨損很嚴重，這個搖臂也順便幫它拆出來，清理一下，放一下潤滑紙。轮毂灰塵比較多的話，可以用光刷刷一下，這樣子可以防止剎車異響。死龜鏈這個壓板也斷了，這時候必須更換掉。這裡呢，由於把這個紙墊纏到箱體裡面了，這裡我承認我做的不夠謹慎。搞修理耗時間的就是清理跟纏這個密封墊，其實安裝起來還是挺簡單的。這個發動機都既能打閃了，但是這個氣門一定要幫它研磨一下，如果有一點不密封的話，你怠速是不穩定的。气门油封也必須更換掉。装這個氣門彈簧，踏板車呢，一般用手都可以按進去的。再用汽油測試一下，看一下是否漏油。如果不漏油的話，就密封了。這個活塞洗的都變成這個顏色了，雖然顏色不好看，但是不影響使用啊。這個活塞環口，我一般都對4個鋼鐵螺絲啊。
安裝套缸的時候一定要放點機油，這樣就更容易安裝，啟動的時候也不會形成乾膜。還有一些人說我這技術不要發視頻，你不發他不發，人是怎麼進步的？就像有一些產品你做出來，你不去通過市場的反饋，你怎麼知道它哪裡不好呢？所以說不管什麼產品都要一部分人做出貢獻，他親自測試了到底這裡不行還是那裡不行，需要改進的。我本來就是路邊攤修通路車型的那種，漏洞肯定很多的，又沒有經過高端培訓，而且還是初中文化畢業，像那種很高端的車型，我都發了幾期視頻了，叫他不要來。可能你那些問題我真的搞不定，我的技術嘛不算好，但也不是很差的那种，就一般般嘛。你們的評論我都看過，只要不是很大成本的那種，像工具啊这些啊，我都是採納的，慢慢改進吧。不是很極端的那種，不要發視頻把這個車都修廢了。我就問你，這個車你不大修你怎麼開嘛？這個視頻也是去年冬拍的，你看嘛，車主騎了那麼久，也不見它會出問題啊。有時候這車嘛就跟人一樣，有些乞丐你看路邊他啥都吃，而且都10多20年了還在。如果正常人你就吃些不乾淨的，你試一下。我的總結是，如果車子經常拉高轉的話，你的機油要求越高，特別是那些大排量的啊，如果是70的，你想拉高轉也拉不了啊，人家只能跑那麼快。現在上游正常的話，那我們就裝機試車了。因為這台車是同村的，成本就100多嘛，我收了它480元。你們聽一下這聲音，還可以吧？